过年前回到婆家，婆婆竟然让我把10万彩礼钱还给她，她还发动家里的7大姑8大姨来道德绑架我，直到我发现她的秘密，欢天喜地的把钱全部退给了她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晴晴，你看看这个视频，说得多好啊！现在国家提倡零彩礼结婚，现在的公公婆婆真是有福气啊！我接过婆婆的手机，迅速瞟了一眼，没过脑子，随意回了她一句：是啊，主要是有些地方彩礼太过分了，国家才出手整治的。没想到晚饭的时候，婆婆继续彩礼这个话题。晴晴，今天你也看了视频，国家都支持零彩礼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我跟他儿子结婚都快1年了，而且现在还怀孕了。别说提倡零彩礼，就是国家提倡婆家给100万彩礼，也跟我没关系了啊！我不懂他的意思。妈，我感觉彩礼是结婚的传统习俗，当然我也支持国家打击天价彩礼。婆婆给我夹了一个鸡腿，满脸堆着笑容。晴晴啊，妈是这么想的，现在县里有一个银行存款超过10万，就送一个大彩电。我看着她的眼睛，点了点头，没毛病。现在国家支持零彩礼，当时我们家给你的彩礼不是10万块吗？我想着你们俩结婚还不到1年，指定这钱也不能花了。婆婆停顿了一下，面部肌肉明显开始紧张，语气也变得不自然。晴晴，你把钱先给我存到银行，然后我也好换个大彩电。我眉头皱成一个川字，什么意思？这是看到现在提倡零彩礼，感觉自己吃亏了，准备把给我的彩礼要回去，真是气笑了。我倒是在网上听说过这种奇葩事件，还以为是引流的噱头，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会成为事件的当事人。我踢了孙一文一脚，眼神示意他回答，结果孙一文面色尴尬，他闪烁的眼睛对上我的视线后，却垂下了头，自顾自地开始扒饭。面前就是眼神殷切的婆婆，还有让我恨铁不成钢的老公。妈，暂且不说这个彩礼钱我有没有花，你出门看看哪家的婆婆问过门的媳妇要回彩礼。再说了，你是觉得我和孙一文日子过得太舒坦，想给我俩找仗打吗？我的语气变得生硬。这时候孙一文倒是开口教育我，晴晴，这是我妈，是长辈，她肯定盼着咱俩好啊。再说了，妈肯定是怕我们年轻存不住钱，这才想帮我们存着，你说是不是啊妈？孙一文用眼神示意他妈给个台阶就下吧，自古婆媳多不和，他无意参与2个女人之间的战争，尤其是不管这个钱在媳妇手里或者在他妈手里，将来都是他的钱。我听孙一文这一番话，明显是偏向着他妈啊，既然他一点也不为我们这个小家着想，那就别怪我的话难听。妈，您只有孙一文一个孩子，您要回这个彩礼钱有什么用？难不成你还要给别的男人花？我发现婆婆听到我的话，竟然身躯一震，眼神闪躲得非常明显。我刚要开口问清楚，就被孙一文快速打断。和了稀泥，好了媳妇，别瞎说，坏了咱妈的名声。咱们吃完饭出去溜达溜达。我看到婆婆满腹心事的样子，感觉这个事儿肯定没有轻易结束。第2天，也就是腊月26，婆婆开始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。昨天精心准备的有鱼有肉的饭菜，现在成了3口人吃一个青菜，弄得孙一文也冲她发牢骚。妈，谁家大过年的吃素菜啊？我嘴巴都淡出味儿来了。没想到婆婆冲她翻了个白眼，我就会做素菜，
爱吃吃，不爱吃自己做。孙一文想着我还怀着孕，老家又没有暖气，索性带我出去吃。有孙一文这个男人在家里冲锋陷阵，我也乐得自在。没想到傍晚美美的吃完一顿特色小炒，突然出现在家里的两个陌生人，就破坏了我愉快的心情。经过老公介绍才知道，女人是婆婆的侄女，我们的表妹；男人是婆婆的侄女婿。婆婆眉开眼笑地招呼两个人坐下，我俩也顺势坐下，跟他们闲聊。双方客气问候以后，我才明白表妹他们的来意。嫂子，我现在在保险超市上班，这马上就过年了，我的 KPI 还没有完成，希望哥和嫂子能帮帮我，让我圆满完成储蓄任务，然后拿到年终奖，我请你俩吃饭。这个表妹跟我是第一次见面，见面就提钱，我慢慢收敛了笑容。妹妹，咱还需要多少才能完成任务啊？表妹轻轻瞥了一眼婆婆，不多不多，就10万。我可是听我姑说了，你俩存款不少，就当支持表妹的工作吧。实在不行，年前存年后取也行。别看存了不到1个月，利率也得有3%呢。她一边试图用高收益诱惑我，一边迫不及待地在包里掏出 POS 机。我耳朵里一听到10万这个敏感的数字，浑身就打了个激灵。别又是婆婆想出来的把彩礼钱要回去的招吧？她上班的这家保险超市我可没听过，而且只要我把钱给她了，将来她要是直接把钱给了婆婆，我哭都没地儿哭。我自然不同意，但是我看到孙一文眼神里好像很感兴趣。表妹一看孙一文的神色，感觉有戏，当即进一步介绍，我们的利息比银行高多了，好多人在我们这里存款，而且利息我们都是每个月结算的，安全又可靠。我姑就在我这里存着呢，她存了。孙一文双眼露出金光，明显是心动了。我赶紧打断他滔滔不绝的介绍，表妹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的钱都存定期了，没有活钱了，你要不然再看看其他亲戚吧。我管她表妹是不是和婆婆串通好的，我只要不存钱，我的钱就安安全全待在我手里，谁也拿不走。没想到孙一文这个傻子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开始露家底儿。媳妇，咱们刚发的年终奖不是还没存吗？咱们可以存表妹这里啊，表妹现在有需要，咱们得帮忙。我俩小时候玩得最好呢。孙一文这话说得情真意切，意思是我不近人情，这倒是把我架在火炉子上烤了。我冷冷一笑，孙一文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们年终奖为了什么不存？你想存就存你的年终奖，跟我可没有关系。我看咱俩的日子也不用过了。我直接起身回了卧室，拿起东西就准备离开。孙一文一看我要走，立马慌了神，媳妇，我错了，大过年的你原谅我啊。紧接着他着急地冲表妹吼，表妹，我们不存了，你嫂子怀孕呢，我们孩子出生后需要用钱，你快回家吧。孙一文把我搂到卧室，跟我求饶，媳妇，我就是脑子一下子没转过来，你别走，这是咱们婚后第1年，怎么着也不能让我妈没了面子。关键是你现在走了，别人还以为咱俩离了呢。这样吧，再坚持几天，咱初一下午就回咱们的家。我看见孙一文湿漉漉的眼神，像是可怜巴巴的小狗，扑哧一笑，行吧，初一回就初一回，毕竟这里是孙一文的老家，我还想跟孙一文过下去，看他的面子我也将就一下吧。可是没想到我错了，我的退让换来了更大的挑衅。腊月27，婆家这边开始聚餐，孙一文外家、姨家、舅家齐聚酒店，这群人聊得热火朝天，我也不说话，乐呵呵地缩在角落。
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就高兴地吃吃喝喝。戴姨开始说话了，却没想到她是冲我来的。玉芬啊，你看看我邻居家的儿媳妇，人家结婚的时候陪嫁20多万，还给买了一辆30多万的车，人小两口婚后过得可幸福了。玉芬是我婆婆的小名，估计大姨也不知道我和孙一文的新房是我家买的。我为了她的面子，从来都不往外说。我正在专心致志地对付南家的丸子。就是啊，而且我邻居儿子1分彩礼都没给呢，真的好羡慕人家啊！听到零彩礼这个关键词，我的大脑立马开始警觉，嘴里的丸子顿时不香了。这是不是点我呢？我竖起耳朵开始听起来。我婆婆开始回应，我瞥了一眼，她正义有所指地盯着我呢。谁说不是呢？我也知道你邻居，他儿媳妇还天天给他做饭呢。他呀，真是摊上好儿媳了。哇塞！一听这话，明显就是嫌我回这里不做饭呗。婆婆和大姨盯着我的视线过于强烈，我抬起头望向他们。晴晴啊，不是戴姨说你这一年到头也就回了一趟家，多照顾照顾你妈，也让别的婆婆羡慕羡慕呗。我抓着孙一文的手，似笑非笑。大姨，我闪闪姐结婚你没要彩礼啊？你陪嫁了多少啊？还有她也天天伺候她婆婆吗？我啧了一声，她可真是个好儿媳，她可没有天天照顾你，真是有了婆婆忘了妈啊。我可听过她家的八卦，她闺女自由恋爱找的对象，戴姨嫌弃对方给不了彩礼，想要棒打鸳鸯，没想到她闺女直接跟男朋友偷偷领了证，去她婆家不回来了。大姨直接气急败坏的张口就骂我，真是个没有教养的小丫头，我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？我疯狂的在心里翻白眼，怎么的我不能说你就能嘀咕我？大姨急了，我却不急。大姨，您别急，我就是开了个玩笑。我也听说了一件事呢，我闺蜜她婆婆第一次见她，除了30万的彩礼，直接给她10万买5金，还专门给她一个价值50万的红宝石呢。我可真羡慕她有这么好的婆婆啊！对了，这件事是真的，可不是开玩笑的哦。我俏皮地冲着他们笑，成功看见他俩脸都绿了，我才继续吃喝。就是吧，这个孙一文看起来有点不对劲，把握着我的手抽了回去。我跟他说话，他也不回应。腊月28，我跟着婆婆和老公走亲戚，谁知道我们这么衰啊！一去到舅舅家，就发现事态很严重。舅舅是包工头，现在4、5个民工兄弟作为代表站在他家客厅，双方剑拔弩张，气氛非常紧张。我甚至想着先出去吧，万一起了冲突，伤害到我肚子里的孩子就不好了。没想到老公却反手抓紧了我只能像个鹌鹑一样躲在老公的背后。通过两方的对峙和对话，舅舅好像是欠了他们20多万，这马上就过年了，不给工钱怎么好好过年？最后舅舅竭尽全力地跟他们解释，保证他们同意先拿到10万，剩下10来万在正月一定结清。听到这里，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，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，那么肚子里的孩子就安全了吧？我侧着头，没想到却和舅舅的目光对视上。我看见舅舅期待的目光，顿时汗毛竖起，头皮发麻。外甥媳妇，听玉芬说你那里10万彩礼还没花，不如先帮舅舅应急，等到工程款到账，舅舅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。听见舅舅这不要脸的话，我气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还有婆婆也开始劝说我，晴晴啊，你不愿意把钱给我就算了，你看看今天你就不给钱，他这个年就过不了，你就帮舅舅一个忙，妈求你了。我摇了摇孙一文的胳膊，示意他来拒绝。
没想到他竟然也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。对啊，媳妇，这10万块钱对于我们家没什么，但是却是舅舅的救命钱啊！舅舅都被逼到这份上了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难以置信地后退了2步，眼前3人竟然早就商量好的，10万块钱不算什么，你也不想想你有多少钱。怪不得原计划是今上午去大姨家，下午再来舅舅家，没想到临时变卦，上午就来了舅舅家。舅舅，不是我不想借，实在是我怀着孕，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我们家那么多亲戚，舅舅再去问问其他亲戚吧。民工兄弟们听到我的话，生怕10万块钱也打水漂了，他们脸色由晴转阴，两腮鼓鼓，紧紧地握住了拳头，恶狠狠地盯着舅舅。孙一文一看这架势，冷声命令我：“晴晴，你是我媳妇，咱家我说了算，快去取钱！”我怒目圆睁，眼里满是怒火。我不去！啪的清脆的一个巴掌声传到我耳边，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没想到这只曾经温柔拂过我眼泪的手，竟然有一天也会成为暴力我的工具。就连民工兄弟也不忍心了，我们管你们要钱，你们为难一个孕妇干什么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去不去取钱？我捂着被打的侧脸，眼泪在眼眶转了一圈，又硬生生地憋了回去。去，我去取钱。孙一文听到我的回答，这才露出一丝笑意，他轻柔地抚过我的脸：“媳妇，我实在太担心舅舅了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还以后。”我的拳头硬了，我真想一巴掌扇回去，但是我怀着孕，而且他们家好几个人，我自己一个人也不占优势。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我去妈家找银行卡去取钱去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心里恨得要命，表面上却是摇了摇他的手：“老公，你留在这里吧，也好好照顾舅舅，别出了意外。”我用眼神示意他这几个民工兄弟：“诺，这是咱们准备发压岁钱的1万块钱，先放这里，你们等我。”我拿着手机冲到车上，看到婆婆追过来，我一脚油门开走了。我开着车，恨不得立马跑回家跟我爸妈哭诉，可是我妈告诉我，有仇当场就要报。我咬紧嘴唇，拨出了几个电话。回到家，我就开始找中秋节和这个春节给婆婆的礼物，还有走婆家亲戚的礼品，比较名贵的烟酒，一些价值昂贵的补品找出来，也翻到了以前买给婆婆的金手镯，以及买了她还没舍得用的水果手机，还有一个据说是古董的茶壶。我小心翼翼搬到车上，地图上查询到了收二手和古董的商家，驱车直奔目的地。看到我回去，舅舅家的几个人脸上的紧张变成了放松。民工兄弟拿着钱离开了。经过这场闹剧，我谎称不舒服，想去商场透透气。妈，这件红色羽绒服喜庆，我给你买。妈，我感觉这个毛衣特别适合你，就是你的衣服。这双皮鞋也不错，穿着舒服还时尚，真的是闭眼入啊。孙一文拉了拉我的胳膊，皱眉示意我够了。我翻了一个白眼给他，我这不是学着当一个贤惠的儿媳妇吗？我收到表哥的消息，他已经在商场外等我了。我说要去厕所，直奔表哥而去。我一上车就开始掉金豆子，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给过我巴掌。没想到结了婚，竟然挨了老公的巴掌。我们晴晴受委屈了，要不是你拦着，咱们一家人都要来揍他。我抽噎着回答他，我可不想你们跟这种烂人起冲突，万一打出来什么事儿，我心疼。表哥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，这一切都令我极度舒爽。我妈给我洗好了车厘子和草莓，放在我跟前。孙一文一个又一个的电话被我挂断。
腊月29，我家和我姑全家一起到了三亚。孙一文的电话再次响起的时候，我正在看海。晴晴，你去哪儿了？到处都找不到你。大过年的，一点也不让人省心。你知道我跟妈找你都找疯了吗？你也不在咱家，爸妈也不在家，你们到底要干嘛？还有啊，你把烟酒还有金手镯啥的都卖了，尤其是那个古董，可是咱家里传下来的，谁家的媳妇能干出这种事儿？你赶紧回来把这些东西找回来，真的是都是要当妈妈的人了，还这么任性，挨我一巴掌就委屈的不行了。谁家媳妇没挨过揍啊？你快点回来，别让咱妈没面子。似乎是我终于接通电话，他的怒气终于有了发泄的对象。他咆哮着冲我吼，冲我一大顿输出。我震惊地站在原地，委屈的泪水蓄满了眼眶。孙一文竟然是这样一个人吗？都说人生气的时候说的才是心里话。结婚这1年没什么矛盾，感觉他人还挺好。没想到这次回老家，估计是触碰到他底线了，他才暴露本性。我一度以为这个男人温和，耳根子软是个加分项，没想到他的心却是偏向了他妈。最关键的是，还隐藏着家暴的基因。我这是什么运气，开出这种盲盒？不过这个人的思想还在古代吧？难道他不知道结婚了还能离，怀孕了还能流产？人在三亚，你这么有能耐，或许可以来三亚找我啊！我呵呵一笑，爸妈旁观了这一切。我抱着妈妈，小声啜泣：“孩子，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，我们支持你的任何决定。贱人，等我回去就跟你离婚。”做好了决定，我索性在这里开心地陪着父母。没想到表哥带给我的消息，更是给这个新年增添了几分喜气。他朋友跟孙一文同村，听到孙一文他妈今天住院了，昨天他俩回到家就惊住了，发现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没了，而且我也跑了。他们终于明白了，羊毛出在了羊身上。老太婆认为在她家的东西都是她的，我这是卖了她的心肝宝贝，直接拍着大腿坐在地上哀嚎，还边哭边骂我这个不是玩意的儿媳妇。哭过以后，她立马跟孙一文去商场退衣服鞋子，工作人员自然不给她退，毕竟我当时趁他们不注意把票据带走了，而且还把衣服上的吊牌剪掉了。老太婆在商场闹了好久，也不给她退钱，她只能在儿子的搀扶下捂着胸口回家了。今天上午，老太婆和孙一文一大清早就去隔壁村的哥哥家要钱。孙一文他就竖起眼睛，脸色阴沉：“玉芬，你当时为了把彩礼钱从儿媳妇手里要回来，可是说定了让我用1个月的。现在1毛钱也没有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大过年的你看着办吧。”这10万切切实实是老太婆的钱，不捏在自己手里，她感觉到心疼。老太婆就在他哥家反反复复说车轱辘话，碎碎念。他哥嫂实在受不了了，直接把这母子俩扫地出门。结果出了门，老太婆竟然一下子失去力气。送到医院才知道，原来是心肌梗塞了。这难道就是孙一文想要的好好过年？不过我也很奇怪，老太婆只有1个儿子，她把彩礼钱要回去干什么？毕竟将来她的遗产都是给孙一文的啊！难道说另有隐情？初9民政局才上班，我初7就把离婚协议发给了孙一文，他不同意。只说初9回家再商议商议。我这怀着孕，下了班让表哥陪我回了趟家，推开门就发现孙一文母子还和一个长相慈祥的50、60岁的女人正坐在沙发上聊得如火如荼。女人发现了我，还笑眯眯冲我打招呼：“
晴晴是吧？我们是小城故事调解员。你老公说你要离婚，他母子二人想着还可以继续成为一家人，让我来帮你们调解一下。孙一文赶紧走上前，帮我把肩上的背包挂起来，招呼我和表哥坐下。晴晴，你看，既然你愿意怀孕，说明夫妻两口子感情也不错，还有多大的事儿啊要闹离婚？都说前世多少次回眸，今生才能结拜为夫妻啊！想想这是多大的缘分啊！离婚可不是小事儿，不能说的这么随意。我言笑晏晏地看向说话的这个女人，实际上内心忍不住一阵翻白眼。新闻里都说了很多金牌调解员为了拿好处才办事的。大姨，孙一文他们给你说了为啥我要闹离婚吗？说了啊，说是男的没压住脾气，打了你一巴掌。晴晴，这年头男人压力都大，肯定是压不住心里的火了，你就原谅他一次吧。这个女人话说得好听，这慈祥的样子，表面上好像是真的替我着想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她是因为他妈想把彩礼钱要回去，我不给才打我的。大姨也是惊诧地看着孙一文母子，这娘俩脸上都挂满了不自在。不过这个女人明显是拿了好处，继续替他们说好话。晴晴，你婆婆是个人品好的，十里八乡都知道。她这么大年纪还要这笔钱干啥？吃不动喝不动的，肯定是怕你们小夫妻乱花钱，给你们攒着呢。哦，大姨，您儿媳妇的彩礼钱在你这里，还是你闺女的彩礼钱在她婆婆那里？女人眉头一皱，小姑娘，你怎么油盐不进呢？各家管个家的事儿。她慈祥的面目一收，脸色变得不耐烦。不是我说你，这个钱不管是在谁手里，最后都是你的。你这个榆木脑袋就这么死倔不知变通呢？你这个做儿媳妇的就得听婆婆的话。我们那时候可是婆婆让我们打狗，我们不敢撵鸡。表哥一听他这话，气得坐不住了。我拽着他，切，老生常谈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这种话我在网上都听出茧子来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孙一文是因为什么才打我？男人压力大是吧？这个女人不明所以的点了点头。我上去冲她就是一巴掌。女人的脸拉得比驴脸长，气急败坏地冲我发火。你打我干什么？哦，我压力也挺大的，我也感觉这样挺解压。我开始义正言辞地告诉她，你也知道各家管个家事，你瞎掺和什么？你现在不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？说完女人，我又将矛头对准孙一文母子。老太婆，我凭啥把彩礼钱退给你啊？我俩还没离婚呢，要是离婚了，说不准我还能退给你们。再说了，我要真退给你了，还不知道你拿这个钱养谁呢？女人直接咬牙切齿，老太婆气得翻白眼。孙一文直接黑了脸。我这么说他妈，他自然生气。他们三个人甩袖离开。表哥说我脾气太好了，他恨不得去踹飞那个调解员。我扬唇一笑，表哥放心，老太婆在我这里要不到钱，肯定会想别的法子，只是估计这对母子将会离心喽。我考虑，要是孙一文不同意离婚，那我就去法院起诉，不管怎样，这个婚必须离。没想到还没等我起诉，事情就有了转机。一直听说老太婆住院了，没想到她现在竟然生龙活虎地出现在我面前。老太婆搓了搓干瘪的双手，浑浊的眼球里充满了期盼。晴晴，要是我能够劝动一文离婚，你能不能把彩礼钱推给我？我挑眉冲她笑。哟呵，这是准备牺牲自己一个儿子的幸福，去让另一个儿子获得幸福。老太婆面红耳赤，慌乱无措地看着我。你怎么知道？我露出高深莫测的微笑。
这老太婆费老大劲让我把10万彩礼退给她，明显就是她需要这笔钱。可怜孙一文被他妈耍得团团转，这个温柔懦弱、没有自己主意的男人，偏听偏信他妈。哎，老太太对另一个儿子的拳拳爱意，真是让我感动热泪盈眶。我又怎么忍心不成人之美呢？也不知道老太婆跟她儿子说了些什么。第二天，孙一文就跟我去民政局打了离婚申请。在离婚冷静期里，我也犹豫要不要留掉这个孩子。可是想到只要有这个孩子，我此生将和这个男人永远纠缠不清。1个月满，我和孙一文还有他妈相约民政局。没多会儿，新鲜出炉的离婚证就拿在手里了。我心里头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孙一文似乎对我还余情未了，他还笑着：“晴晴，以后希望我还能行使父亲的权利，能经常看一看孩子。”我扑哧一笑，真搞笑。难道他以为我离婚了，还会留下他的孩子？或许我以后会有孩子，但是那一定不是我和你的孩子。我斩钉截铁地通知他：“你的孩子没了。”孙一文愣住，眼神通红，声嘶力竭地冲他妈大喊：“妈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说晴晴一门心思想离婚，你愿意不再要回彩礼钱，还愿意把舅舅借的那10万都给晴晴，求她留下这个孩子吗？”我看见孙一文崩溃的样子，笑意加深的再给他补一刀：“孙一文，你还不知道吗？那10万彩礼我已经退还给你妈了，你看我还保存了视频呢。婚前他妈亲手把彩礼钱给我，现在离婚我也亲手还给他。”孙一文亲眼看到我把现金递给他妈，另一个中年男人帮忙收拾好，俩人一起离开。“妈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那肚子里的可是你的孙子孙女啊！”孙一文痛苦地揪着头发，突然他再次抢过我的手机：“还有，这个男人跟你什么关系？”老太婆听见孙一文问到这个男人的身份，不由得脸色一僵。孙一文没有错过老太太的神色，自然明白其中有蹊跷。“怎么你还不知道？他可是你同母异父的亲大哥呢！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成为相亲相爱一家人啊！这多了一个亲人是好事啊！毕竟孙一文也非常重视亲情呢，所以你一次次问晴晴要回彩礼，就是为了他。”孙一文怒不可遏地拽着他妈回车上。“哦，狗咬狗一嘴毛。我这边流产后休息了接近1个月，身体基本上恢复好了，回到工作岗位。同事就像听说了什么天大的秘密一样询问我：‘晴晴，你老公好像被辞退了啊，是真的吗？’我淡定地点点头：‘不错啊，不过是前夫。当时凭着我家亲戚的关系进的公司，现在也是时候让他回到原本的轨迹了。我还生活在我俩当时住的那套房子，只是换了锁。’没想到一天凌晨，有人突然急促敲门，我吓得心惊肉跳。透过门铃看到，竟然是孙一文。‘孙一文，你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咱俩可离婚了，你快离开，要不然我就报警了。’孙一文听见我的声音，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欣喜：‘晴晴，快开门给我钱，转账给我也行，拿到钱我就走。’听他急促的语气，我感觉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更不能开这扇门。我给表哥和物业都打了电话，表哥急匆匆赶来陪我，物业也把他赶走了。天亮以后才知道，孙一文竟然是伤到了他那个同母异父的大哥。孙一文了解到，他妈为了给另外一个儿子还赌债，用各种方式逼迫我把彩礼钱给他。没想到他自己这么蠢，过于相信他妈，让他妈把10万彩礼钱要回来，填了赌债的大坑。孙一文越想越憋屈，合着自己妈搞得自己离婚，也失去了孩子。
还把所有钱贴补给别人了。他气不过，又喝醉了酒，酒壮怂人胆，揣着刀子就去找那个大哥。那个大哥可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赌徒，赌徒哪有好相处的？一看孙一文掏刀子，又看孙一文白白净净，就跟个玉面书生一样，自己又是5大3粗，根本没拿他当回事。孙一文也是气红了眼，双方搏斗间，孙一文一刀子捅到男人的肚子上，男人捂着肚子躺在地上，鲜血透过手掌流到衣服上。他的大脑终于恢复冷静，他不想进局子，他深知钱对于一个赌徒的重要性，他决心要用钱来摆平这个大哥，就是不知道这个赌徒的胃口多大。那个男人是老太婆婚前生的孩子，还不上赌债，债主就要取他的手指、耳朵，他能借的钱都借完了，于是想到了自己的亲妈。没想到亲妈那么多年了，心里一直对亲爹有一席之地，亲妈主动帮自己还10万，缓解了自己的燃眉之急。就是这个不知好歹的弟弟，有点像苍蝇一样烦人，妈自己的钱想给谁给谁，他怎么能厚着脸皮来要钱呢？不过被他捅了一刀也挺好，可以有钱喽，多问他要，吓死那个小鸡仔。孙一文听到男人要8万块钱，简直要崩溃了。他以为2、3万就够了，8万他哪有啊？离婚的时候，在他妈的欺骗下，他只分到了自己的年终奖。毕竟房车都是前岳父岳母买给前妻的，一想到8万块，他简直要一夜愁白了头。他想到年前表妹说他妈在他那里存了几万块钱，一个大男人就这么哭眼抹泪的跟他妈闹。他妈一把年纪了，没想到到老了还要受这2个儿子的窝囊气，但是毕竟都是自己的孩子，一个也放不下，只能死憋着要找他侄女把养老钱取出来，要不然大儿子不见兔子不撒鹰，会一直死咬着小儿子，到时候把小儿子送进监狱就不好了。却没想到他给侄女打电话一直打不通，老太婆害怕钱是不是出问题了，侄女心虚才不接的吧。老太太带着孙一文就去侄女家里堵他，原来那个保险超市的老板竟然卷着钱跑了，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侄女，他也没办法，他甚至跪着求老太婆。老太婆口中念叨：完了完了。后来我听说孙一文因为故意伤人案被送入监狱，老太婆也急火攻心离开人世。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会是这样的结局，不过不重要了，我和爸妈要继续旅行去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